大家好，这一回呢，跟大家讲一讲关于出国前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啊。首先的话，护照、签证这个就不用讲了，是吧？那讲讲干货啊，就是我自己呢查了一下我的移民局的小程序 APP 里面这个出入境记录啊，我有50多条啊，相当于来说的话，就是出境过20多次啊。那其实，在这个出境20多次的过程中呢，其实我也发生过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。比如说我在香港丢过港澳通行证啊，这是非常不爽的事情。然后让我现在回忆起来的话，也是非常后怕啊。当然的话，我们要去怎么去避免呢？啊，首先的话，我先介绍一下我出国前会做什么准备呢？首先的话，我打开这个 Notion 啊。的话是有网页版也有程序版本的啊，然后呢可以再直接连接的，然后可以使用的是一个笔记软件。那么你也可以用别的笔记软件啊，比如说像我做成这样表格一样啊。那有一些隐私部分我就把它遮挡起来了啊。那你这边可以写一个 checklist 啊，就是检查单啊。然后呢我这样做了啊，然后哪些完成了，哪些完成了啊，哪些带上了啊，都办好的事情呢，想好啊。把这事情想好啊，哪些东西的话，你做完之后打个勾，对吧？然后就这样完成了啊，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啊，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很方便的事情。那么这个 checklist 的话，你也可以从这个 Notion 它是可以导出的啊，导出的话就是这样子一个导出的页面啊，然后你还可以打印下来啊，打印下来的话你就不会错了嘛啊。甚至呢，今天有一个朋友呢问我这个美国签证行程单的问题啊，我的建议是。你的行程单你不要去抄别人的，你不要去抄携程网上，也不要去抄这种旅行团的，你就自己真实的行程做一份，哪怕做的丑，做的不完美，做的不好看也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个行程是你真实自己啊，不要做千篇一律的事情。每一个行程应该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地点，不一样的飞机航班，不一样的时间，不一样的酒店啊，不一样的行程，肯定是不一样的，肯定应该是独一无二的，应该是。好，现在说技巧部分啊。首先的话，这回去的话，我带个定位器啊。这个定位器呢，说实话不是 AirTag 啊，就是跟 AirTag 差不多啊。你可以在中国的电商平台上去买到啊，比如说 AirTag 平替版本啊，这个水平的平，替换了替，平替，你就这样说，然后呢就能收到啊。买来才很便宜啊，10多块钱嘛，20块钱不到啊。使用起来的话，跟那个 AirTag 几乎没什么区别啊，我不知道什么区别在哪里。然后呢，比如说像我这个放包里啊，放在包里的话，只要身边有苹果手机的话，我就只能知道我这个包在哪里。万一我的包丢了啊，真的忘记拿了，人啊有些时候会糊涂，我曾经也丢过啊，幸亏找回来了。就怕这个包里面带着护照、带着银行卡、带信用卡，哎，那真的是你废了啊，真的是废了。还有就是类似这种上次我说的廉价航空这种没有纸质登机牌给你啊，那万一到了登机口，你手机没电了或手机死机了怎么办呢？我当然有2个手机啊，然后呢我会截图一下啊，自己发给另外一个手机，这样的话我觉得2个手机同时坏的概率那应该极低了，那真的我只能是认命了啊。但是一个手机的话，比如说苹果手机，你坏掉概率突然坏掉了啊，那真的是还是有可能发生的。还有就是关于钱包的问题啊，其实我没有带什么钱包啊，我就带了一个小卡包啊，这个卡包呢可以装6张卡，这3张呢是酒店会员卡，那背面的话可能带一张银行卡这个的是吧？身份证件一样的。那万一丢了一份，我还有备用一份，就是我分开2份的卡包。这种卡包有2份，而且长得不一样啊。那还有一份的话是跟驾驶证差不多这种卡包啊，也是网上买的。这样的话，万一丢了一份，我至少还有一份啊，不会至于让我陷入境地吧。好，再说重中之重就是证件千万不能丢啊。如何防丢呢？没法防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的护照上你贴个纸条，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啊，我用标签打印出来的，我这边下面还有一本护照。因为我2本护照嘛，啊，然后签证在另外一本护照上，所以说2本护照我都贴了这个白条，白条号码呢是美国本地手机号码啊，这个本地手机号码呢，说实话你在出发之前你就可以办好，但是去日本的话你是没办法拥有日本号码的啊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只能贴一个+86，然后什么什么号码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别人看到这个是国际号码，然后呢这边的电话是吧？这个是防水的啊，就是啊，你如果说真不行嘛，你就用纸贴嘛，你贴标签纸嘛，贴一下，是不是啊？万一真的一个好心人捡到了你的护照，其实护照一般来说很有可能你在酒店丢，在机场丢，
哎，大家都有啊，所以也没人需要你这个护照啊，所以说呢，要找到你这个人，否则的话很麻烦，是吧？而且呢，这个上面贴的东西呢，你到时候认领也方便。而且上次我不是说了吗？前面我说了那个卡包啊，卡包上面我也贴了这个条子啊，万一如果有好心人他愿意还给我的话，他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或短信联系我啊，这也是非常好的技巧。好，关于钱啊，这个钱的话是我带回来的啊。那钱的话，其实我用这种信封啊，我有2个信封，一个信封呢装小零钱，一个信封呢装这种100元的美钞啊，其实带的不多啊，那也是分开装。啊，如果说你这个零钱的话，就装在背包的外面一点，因为经常要拿进拿出嘛，要用嘛。就算被歹徒看到了，被抢的也就这个零钱。那大额的钱，比如说100元面值的这个美元，你放在这个背包里面，对吧？要打开两次拉链才能搞到。那这样被偷的概率也小啊，被察觉的概率也小，是吧？他要抢的话，他只能抢你外面这层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建议的话就是你的护照啊，其实也很有可能你摸进摸出弄掉，是吧？你可以找机场贵宾室去要一个信封，其实或者说找机场要个信封也可以，那种信封是硬板子的啊，你自己弄一个信封也可以啊。我觉得这个信封非常好用啊，2本护照放在信封里面非常不会弄错。最后一点也是我本次学会的一点啊，以前的话我知道这个飞美国航班时间很长。路上呢，这个很干燥，要喝水，那我还是懒得带水啊。可能很多时候呢，从贵宾室拿几瓶水出来了。那这回的话，其实呢，我学会了，就是买个好点的水，然后呢，这个水呢$3嘛，你喝完之后，这瓶子别扔掉，这瓶子也挺好看的，你可以接水喝啊。你进了机场之后呢，不是不能带液体进去吗？你用这个水杯去接水嘛，你这样的话可以补充水分嘛。而且加州、内华达州都是非常干燥的地方啊，非常好用啊。因为如果说去买水的话，第一个贵啊，第二个的话，等等你还得找这个地方啊。比如说我上次住酒店的时候，我附近最近的 7-Eleven 的便利店要走20分钟啊，来回40分钟啊，非常不方便。所以说我觉得还带个水杯吧。